开始直播，大家周末好，我又回来了。今天我们聊一聊这个忌口还有辟谷。怎么想到聊忌口了？忌口这个是我这两天连续有2个病人都是这个 AI 这个追踪功能好像太强大了，我们把它关掉吧。它自动调成这个手势了，我们不要弄这个。好。不好意思，新换了一个摄像头，还不太会用。前一阵有2个病人啊，都是因为忌口的问题，然后我发现治疗上出现一些问题。有一个病人呢，他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我就发现他这个下肢啊，全身的肌肉萎缩的特别厉害。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肌肉萎缩的很厉害，你平常做运动吗？他说他做运动，而且就是饮食很注意，然后身材保持得很好。他说我一直控制体重就不会超过这个数量。我说你怎么控制啊？他说我忌口很多呀。然后我说都忌口什么？就说了一大长串。最后我说你这样不行啊，你这样的话，你这个蛋白质摄入不够。肉类都不吃了？吃的很少。就是保持了很健康的那种饮食，但是总的量就特别注意。所以他的苦恼就是说这个老是觉得没劲儿。然后身体老是酸疼啊，腿疼啊这些。然后我说你还是要注意一下营养的。我说你这种情况呢，就比如在整骨疗法里面，它是属于叫能量衰竭期了，就是你的这个摄入的这个营养物质呢，跟不上身体的修复的速度。它没有原材料了，它肯定是不行的。再怎么锻炼，你的蛋白质摄入不够，它这个肌肉流失还是会更严重的。所以我给他的建议就是，我说你把自己先长个10公斤，因为她确实女性个子也挺高的，然后但是很瘦，应该比你还要瘦。然后我说你先把自己吃重10公斤，然后你看一下他就说不行啊，重10公斤会不会一下让别人看出来胖啊？我说应该不会的，你重10公斤你配合锻炼长的肌肉的话，不会说一下胖很。所以他这个忌口是医嘱开出来的忌口，还是他自己给自己的？他自己给自己的。我没了。这个哎呀，这个摄像头真是好奇怪啊！我一回头我没了。但是我们不要自动对焦就好。回来一点，回来一点。好，谢谢。你不要只看我呀，你照一照这个张大夫，我们手动对焦吧，还是？不是自动对焦的问题，它是自动捕捉你捕捉的问题。对，这个。那我们怎么把这个关掉呢？我们先追踪回来。追踪回来，我过来一点。太智能了。然后不要追踪，谢谢。行了。好。这个高科技改变生活，这个还要再学习一下。就是他自己给自己下了很多限制。他自己脾胃不好吗？就是不太敢吃肉类。也不是，他就其实没有脾胃方面的问题。他就是出于这个保持身材的想法。年纪大概60多。那其实这要更需要蛋白质的摄入啊。对，我看了好多报道都是说，其实就是像华人的这个饮食结构，就是好多老年人他就想着他蛋白质摄入特别不足。然后呢，这个碳水摄入过多。好多老年人是觉得说自己脾胃不太好，吃东西不消化，就想着那我不能吃肉，我就吃点面条啊，吃点这个水煮菜就行了。其实这样就是你营养反而不良，反而是更容易引起这种消化系统的问题。因为老年人他肌肉流失很快，然后肌肉又保护骨骼嘛，它整个就会变得比较脆了，身体。是，这个是我觉得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治疗都不是主要就是你要先改变一下饮食结构。像一般的他这个建议普通人
蛋白质摄入应该就1天100克嘛，就好多人对这100克就没什么概念，好多人就说2两，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出差嘛，去浙江下面3、4线的一个小城市，然后当地应该家庭生活条件很好的一家人，然后就请我们去他家里面吃饭，吃饭呢就问说段大夫你喜欢吃什么肉啊？我说我们一般习惯吃牛肉吧。然后他说那我们去那个让阿姨去菜市场买点牛肉，晚上给你做这个牛肉吃。然后我就很期待，我说没吃过这个浙江做的牛肉，好像没吃过。然后菜端上来就很丰盛一桌菜，然后我就找牛肉在那儿，我想的就是咱们想的牛肉就是那种炖牛肉大块的嘛，然后结果他说我们专门买了2两牛肉，然后每道菜里面都放了一点，然后真的是筷子飘来飘去找不到肉丝。然后他们是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不光是我去的那家人，就是他说他们这个周围认识的朋友很多，特别是这个女主人，就出现很严重这个贫血啊，然后去查也查不出来，说你说营养不够吧，说觉得吃的挺好，天天吃海鲜，那这个其实就是很大的一个误区，就海鲜里面它确实是优质的蛋白，但是它里面是不太含这个这个血红素这个生成的这些东西的，所以好多人我特别是看那个一些流行病学调查，就说东南沿海就是有很多改革开放之后，这个富裕阶层、中产阶层，他就觉得吃海鲜是更健康、更有营养的，然后他就只吃海鲜，主食也不吃，然后红肉都不吃，然后长年累月下来，他体内就出现这种营养不均衡，就是贫血很严重，你稍微用药补一补呢，就缓和一段，然后一不补呢，这个饮食结构这样，他很快就又贫血了，这个100克呢，就是好多人没概念，就是觉得说我吃1块肉我每次都有吃我吃2块肉，吃3块肉，是不是就够了？其实是不够的，尤其是这个肉你做熟了以后，它是缩的，大概的比例呢，就是我们正经验你来60%缩水率，基本上炖牛腱子是这样的对，有的会更多一些，对然后一般来说建议呢，就是咱们简单说自己的手掌，对，一个手掌这么大的一块鸡排或者牛排，这个肉才够。所以你要说就吃1、2块，就等于只吃了一个手指头嘛，那相当于就是1/5甚至1/6的量是肯定是不够的。尤其是像咱们华人都是习惯这个合餐制嘛，所以你可能你炒了半斤肉进去，然后家里面3、4口人一分，那你每个人都是不够的。是的就还不如说就是像西方这种分餐制，一人1块牛排，那反而是够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是挺典型的，这个病人呢，他是因为比较严重的皮肤的问题，皮肤的问题，然后之前脾胃也有问题，他之前是长期在东南亚出差，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那边比较潮湿嘛，又闷热，但是他本身是北方人，他这个东南亚这个饮食他也吃不习惯，然后平时自己又是有点偏阳虚的。然后到了东南亚之后呢，外面又湿热的又不行，回到屋里面开空调呢又受不了，然后饮食又吃不习惯，那些刺激的香料他吃了以后脾胃又不舒服，然后这样10几年下来以后，皮肤就很严重，主要是瘙痒各种皮肤的问题，中医西医的方法都用了，后来找了一位中医师呢，就给他通过中药调理，但是就跟他说这个忌口，就说了很多的忌口，不过确实调的是不错的，就是他用了一段时间这个中药之后呢，皮肤的问题解决了一些，脾胃的问题也改善了很多，但是就出现这种皮肤的它修复嘛，它之前那个皮损之后它要修复，会发现那个修复的特别慢，然后正好就找我看是看其他的问题大家周末好我们就过来聊天了，然后他就皮肤修复的问题就出问题了，然后我看了一下，然后我觉得就是他应该是这个营养的跟不上的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聊了聊，然后他也是很认真的就把他一些情况详细说一下，我帮他分析，我觉得就可能是他刚开始调脾胃用中药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是你需要一些忌口，然后这样呢可以给脾胃减压，
对对，然后让这个药吸收的更好。但是后来他调了半年1年以后呢，你这个脾胃其实已经恢复了。恢复之后，它是皮肤损伤这种修复呢，它是需要时间，你从真皮层啊慢慢一点点修复恢复到外面，然后它是需要时间。另一方面，它是需要原材料的。对，就是你，我看他那个忌口里面，就是各种肉都不吃的话，你吃的很清淡、很素的话，那确实皮肤修复肯定是有问题。我觉得皮肤问题的，就是羊肉、海鲜这种少碰一些，但是猪啊、牛啊这些还是可以吃一些的。对，而且他就很典型的跟我说一个，他说自己就是因为确实嘴馋啊，或者说你长期吃这种，确实很难接受。然后他就自己偷偷试了一下，他结果发现他吃鸡肉啊、吃猪肉，并不会引起这个皮肤病的反复。我说那你就一步一步的先放开，对呀，先吃一点鸡肉啊，吃一点猪肉，然后逐渐让这个营养先跟上。然后他吃了大概10天吧，可能就是又来复诊，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情况，他说，哎，确实是感觉到这个皮肤的恢复在开始，当然也是很慢了，因为皮肤问题确实是比较慢，那确实是跟这个饮食有一定的关系。是的，所以我就说今天正好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忌口这个事儿。好呀。因为好多现在这个网络上的这个中医啊也好，或者讲养生的人，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线下，包括我以前有些同事，他也是把这个忌口呢当做一个，我觉得已经是他治疗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了。就是他把这个，我觉得算是一种服从性测试。就是你要治好了的话，那就是我这个开的方子，我的药好。人没治好，就是你的忌口没做对。这个我觉得就有点违背这个基本的医学伦理了。而且好多他忌口你做的太严格之后，就很难执行。对，是的，是的，人生苦短，还是需要尽尽欢的。是，而这个就涉及到就是。你说作为一个人，那你治病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你的更好的生活吗？这是我另一个病人的例子。他呢是本身已经50多快60岁了，男性，然后他的父亲呢90多了。他父亲是那种从那个韩战就是打仗下来的，但是没受任何伤，然后就是没受什么苦，所以他。原因呢，不是说他这个战斗能力强，就是因为人比较怂，然后一听见这个飞机的声就先躲起来，所以最后活下来，然后回到国内就一步当官，最后就退休了。然后最后就是到一定级别了嘛，所以你这个3高肯定是有了，然后糖尿病很严重，然后这个全家的重点保护对象，就说你这个一定要忌口啊，血糖这么高，一定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然后他就特别痛苦，血糖，特别痛苦，然后这个问题，然后就跟他儿子，就我这病人说，哎，我就想吃一块蛋糕，然后全家人都拦着，然后这个病人说，我就偷偷的买了一块蛋糕，然后偷偷给他送去，然后他就吃了一口，眼泪就流下来了，他说，哎呀，这么多年没吃这个太好吃了，然后他说其实就吃了2口。他90多岁了，他其实也吃不下去了，就吃2口他就不吃了，然后他就说，哎呀，就感觉心情舒畅，哎呀，整个人都没那么紧绷了。所以说你如果说是这个忌口本身你是为了治病，但你如果因为忌口你让这个人整个这个情绪，整个这个心理压力特别大，对，我觉得反而不利于他康复。是的，是的，并且我觉得大家对于忌口这个东西也不用就是闻声色变这种，就是忌口它不是一个0和1的事情，它也有0.1、0.2，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很馋一个东西的，吃一口自己也能控制住。对，而且你真是特别想吃，可能身体也确实需要这个东西。是。这个就是好多他就是把现在这个忌口啊是完全都混为一谈了，就是你包括营养学的忌口，包括西医的忌口，包括中医的忌口，包括好多这种健康观念的这种认识。其实都是变成大杂烩了。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需要，就是分开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大多数的在网上就是这种养生博主也好啊，中医也好啊，他给的是一个就是大而全、很宽泛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我们要根据我们自己不同的体质、你所在的城市、不同的气候，然后不同的条件，我觉得这些都要考虑的。对啊，你像我们上学其实学这个中医基础理论，它就是讲这个
中医的治疗原则嘛，就是三因制宜。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你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它是每个人都是个性化的。不能一概而论。你这网上一说，就说的特别绝对啊，谁都不能喝牛奶了，喝牛奶会导致各种病啊。或者你说这个吃这个肉不能吃啊，或者这个鱼不能吃啊，就说的太绝对了。对对对，是的。你像刚才说这个皮肤病的患者，他就是北方人嘛，然后他到温哥华这边，其实温哥华这边很多都是从广东啊，从南方来的医生，他们用的方子、用的药，包括一些忌口的习惯，其实都是偏南方一点的。然后他说，第一次那个医生跟他讲这个忌口的时候，他都没看懂。他说忌口，说你白菜也不能吃。他说我们天天吃白菜啊。然后呢说芥兰也不能吃。他说我们从来不吃芥兰。真的，这个不怕大家笑话，就我真的上大学之前，我在家里面从来没吃过芥兰，我们家就没吃过这种南方菜。还有什么苋菜，真的是上了大学到大学食堂才见过的。你的菜市场可能也有卖的，但是像我们家庭都是北方的家庭，都没见过这个菜，怎么做都不知道。本来没吃过，写了一个忌口名单呀，这没见过，买一个尝尝。对，真是这样。我第一次吃芒果是我上大学期间，然后超市进了一种水果，我说这什么水果，真的没见过。然后那个超市那大姐就说这是芒果呀。我说芒果好像听说过，您电影电视里面见过。我说什么味儿，怎么没吃过？我买一个尝尝。然后买了以后不会吃，连皮吃的，连皮吃的。然后吃完以后，我这嘴唇就肿起来了。哎呀，我说这过敏了呀，可搞笑了。哎呀，这真是，就是南北差异还是挺大的。是的。然后他说的好多观念啊，就真的是不一样。然后还有因人而异嘛，就是我就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有内蒙的同学来，然后我们就说你们吃主食吗？他说吃啊，我们也吃米饭，然后也吃面。然后不是光吃肉。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地方的差异，也是结合了当代的，就是当地的就是地理背景的。就是比如说，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就是四川的人能吃辣，但是你要在北京要按照四川那么吃，你就肯定就上火了，对吧？这个就我身边都有这种实例。我大学有一个同学，他是贵州人，就贵州贵阳的人。然后我们大学5年一起生活。就我们觉得他就是那个样子，就是哎呀，整个人那个脸是红的、红肿的，然后满脸青春痘。然后我们就觉得就是可能就是他体质吧。然后后来毕业一回就好了。毕业很多年之后，然后他有一次来北京出差，我们这么帅，哇，是一个美女。美女。然后皮肤也特别好，特别水的。然后脸也不肿了。对。然后就是这个地域差异，就是你北京这么干，然后他还以前那个生活习惯，他可能就是不适应。对，是的。所以这块就讲到，就是任何食物它都是有偏性的，就是这个食物它跟药一样，就是药食同源。这个东西治病，它为什么能治病？因为它有偏性，用这个偏性去揪你身体的偏性，然后达到这个治病的效果。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就是起码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对于每一类的食材，它是就是寒热温凉嘛，它是寒性的、温性的、热性凉性的，你自己的体质是一个什么样的？你要是一个火特别大的人，那你肯定要吃寒一些的、凉一些的；你要是一个阳虚的人，天天手脚冰凉的那种，那你肯定要吃一些温一些的、热一些的这些东西。然后包括这个食物的这个五味嘛，酸甘苦辛咸嘛。讲到酸，比如说酸，它是主这个收敛、固涩。那什么样的人他适合吃酸，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吃酸呢？你觉得有什么特征呢？我觉得酸这个东西，因为它偏收敛嘛，就是如果你要是一个首先你要是有胃病的人，我觉得可能就不太适合吃那么多的酸的，它会就是刺激你的胃液它分泌过多，胃酸啊，或者有这种就是胃食管反流的这种患者，我可能不太建议他吃太多酸的。所以你就是不太吃酸的人。
我不太吃酸，我还可以。但实际上那个酸在食物里面它是算碱性食物，它其实是可以中和为酸，它吃起来口感是酸，但是到胃里面，我们胃里面是盐酸嘛，然后它其实是反而是会让这个胃酸中和，所以好多病人反而适合吃一些。是吗？那我现在看就是目前我这边接诊的患者，他基本上就是胃有点不舒服的，就是吃点酸的就烧心，就开始反。我这边接触。但是你看，我们就普通人来说，你吃一点酸的，它很容易开胃。开胃，对，这个就是你身体就是要看体质，对，要看体质啊。然后另外就是酸，它主收敛。你如果比如说你是比如说外感初期，你需要心散往上走的，酸如果吃太多的酸的，就是会把这个邪气往内收嘛。就是你所以要变不同的地方嘛。然后包括地域上，为什么说山西人那么能吃醋，能吃酸？因为山西那边就是黄土高原嘛，它风也大，也比较干燥，所以你的腠理都是比较开的，是往上走的。然后所以他们喜欢说去吃一些酸，去往内敛一敛。这个是背后的原因啊，但是这么多年就是一代一代下来的，可能大家也没有想到原来背后的原因是这样。但是我当时学这个中医基础理论的时候，老师讲课的话就会举很多这种地域的例子，就是他们背后这种饮食流传下来的原因背后是什么，可能就会分析一下这种地理的属性。但是我觉得这个分析呢，就是可能是学术观点不同啊。我觉得还是要实地考察一下，就是不能想当然的这个。因为我是比较爱吃酸的东西，然后山西呢我也去过，然后我也认识很多山西的朋友，然后好多人就以为山西就是黄土高原，但其实山西的很多城市它是在这个山谷里面，然后它这个和这个陕西这个是不太一样的，陕西那边是黄土高原，然后你反而陕西它那边不太吃酸，它很多反而是辛辣的，辛辣是发散的，然后反而是山西这边它是一个山谷，是一个谷地的这种时候，它反而是吃酸的这东西。然后你像感冒初期的话，其实我们以前的话都有这种熏醋嘛，熏醋它其实也是预防感冒，然后我觉得它不同的烹饪方式啊、饮用方式、饮用量，它是有一定的发散的作用，也不是完全是收敛，酸确实是有收敛，但是它收敛当中它还有一定的发散的作用。我觉得是要具体情况具体考虑。好呀。这个忌口呢，我觉得从历史上说，它其实不是那么复杂。最早期的就看文献的话，它这个一开始说的是说，如果吃黄连这种含黄连的中药方子的话，它是禁止吃猪肉，就说你吃这种肥甘厚腻呢，可能会让这个黄连这个药性发生变化呀，引起这个身体的反应。然后后期呢，反而是好多医学家，比如李时珍，他反而就在这个《本草纲目》里边就直接就说了，他说这个肯定是不对的，你这个忌口，因为有的方子就是黄连和猪肉同时做的，做了之后呢，反而是治疗一些肠胃病，那就说明他之前这个忌口的理由是不对的，但并不是说他这个忌口没道理。我觉得是根据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他的身体状况定的。你比如汉朝的时候，他可能人均的这种饮食习惯，然后营养状况和明朝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那和现代人又不一样了。那你当时可能他一年吃不上一次猪肉，然后他吃完药之后，他本来是想补营养，他吃了一下猪肉，他体内消化不了，反而出现这种肠胃的问题。那你和现在大家天天吃猪肉，然后你这个猪肉已经很习以为常了，那你再吃可能就不一样了。那如果说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忌口的话，我觉得就是结合一些，就是我们看过的这些医书上面，那就是喝中药的时候忌绿豆，比如说你吃任何绿豆制品，你吃人参的时候忌萝卜，主要是参类，参类补药，吃这种就是萝卜泼气的这种嘛，就是这种是绝对意义上的这种，其他的就是三阴原则嘛。这个我还真看过一本书，它就是书名我不太记得那么精确了，但是它讲的就是说
检讨这个18反19位啊，18反19，然后他就专门从文献里面啊，从这个实际案例，然后一些有效的案例当中、议案当中找，比如说应用这个18反，就是你书籍当中中药里面也说了，这18反19位你用了以后，它会减轻这个药效，会减轻这个治疗的效果，甚至起到这种毒副作用。然后他就说，其实你有些现在研究也好，或者一些医生的他自己的经验以后，他发现你用了这个之后，本来这个药可能药性很大，病人受不了，吃了以后他会很痛苦。然后你用了这个18反，用了这个药对以后呢，它反而让这个药的作用没那么剧烈。然后病人反而更容易接受，反而把一些病治好了。他就专门应用这种，就是把副作用当成主要治疗作用。也是一个思路，所以就不是一个绝对的。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去讲课嘛，就是经常讲一个，就是你任何的治疗方式都是有4个象限，就是你适应症、禁忌症、相对适应症，然后绝对相对适应症，相对禁忌症，对吧？这个就是4个象限嘛。那我觉得忌口也是这样的，它有的情况下你是应该忌口的，有的情况下你可以不忌口。有的时候呢，你可以稍微的变通一下，有的时候呢，你就是一定要严格执行，我觉得就是要看具体的情况，不是说，网上说什么吃什么不好啊，或者吃什么好啊，你就，不动脑子就直接照抄，那就很容易出问题。要给大家举点例子吗？举点例子，比如说这个，胡万林他用这个芒硝治癌症呢，就好多人现在一说就是说这个死了多少人，他这个一定是骗子啊，一定是什么？那大家得想一想，那为什么骗子还能有那么多人去呢？那就说明还是有成功的案例，只是说他的没有这个足够的医学常识，然后辩证的问题，他盲目的去用，那肯定就是出现很多不好的例子。但其实确实也有适合的。还有这个张悟本说这个绿豆嘛，那当时我正好认识一个同学，他就是张悟本那个公司的，他说真的是有很多人吃这个张悟本这个绿豆解决一些问题的，它是有一定的适应人群的，而且他们那个公司啊其实是卖补品的，就是卖人参鹿茸这些的。然后你刚才说这个就是中医传统上来说，就是吃这个补药，人参啊这些补益类的药物，它是忌这个萝卜呀，忌这个绿豆的。它这个所谓的忌呢，就是说你吃了以后，你补药呢效果就没那么好。但是呢，现在好多尤其是张悟本那时候啊，就是好多人改革开放，特别加入 WTO 以后，好多人真的是瞬间暴富。他就钱多了不知道怎么花了，那就吃嘴里呗。然后就是他们那个卖人参鹿茸啊这些补品的公司呢，那肯定是你买的越多越好了，所以他们也不管你吃多少，就是大量的卖。然后呢，那人买真的是顿顿吃，天天吃。但是他可能他身体又不一定需要那么补，就他没那么虚嘛。你这么补，身体受不了，就出现很多副作用，比如流鼻血啊，睡不着觉啊。然后这时候他就找这个张悟本，他们说你这个就是要排毒，要喝绿豆，要吃生吃茄子。喝了绿豆汤以后真好了，就是你这边吃着人参鹿茸补着，然后那边喝着绿豆泻着。因为他对这些人来说，他觉得还挺好的。那不是适合每个人。那要这么讲，我觉得对广大网友太难了。这个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我直接能照抄答案的东西。对，而且好多还涉及到用量的问题嘛。那个时候就是他们那公司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土豪吧，说当时说是挣的钱太多了，说一天那个钱进账进的就觉得自己都害怕了。然后呢，给他儿子当时5、6岁，然后一顿饭吃1只甲鱼。吃了1个月以后，那个时候天天流鼻血止不住，去各处看说是不是白血病啊。然后后来就是喝绿豆汤喝好的，然后后来那个张悟本都看看说，你这个这么点小孩，你就不要让他老吃这个甲鱼了，就真的是会有反应这个人体。有好多好玩的例子这种。是。哎呀，大家好啊，赶上直播了。最近不太勤快啊，经常这个错过直播的时间。
以后争取尽量补一点吧。然后这周日我们会去 KPU， 然后张大夫也会去我们做这个义诊，大家如果在列治文的也欢迎过来线下交流。我们到时候看一下情况，条件允许的话也会直播，如果不允许的话就没办法直播了。这个是忌口。忌口这个有好多可以说的好玩的事，就当时你说这个真的是，我看我那个评论里面有一个人就说嘛，说这个中医都是骗子啊，就专门骗傻子。其实任何行业都是只骗傻子的，或者说这个傻子呢是我们要带引号的，就并不是说你智商低，或者说你的知识面的问题。我觉得更多你的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有没有这个去查找一些基础的知识，你去思辨的问题。那如果你认知跟不上，那其实你的健康肯定会出问题。或者说你认知跟不上，你钱也保不住。就骗子专门找那种就是你知识空白或者你对这个知识领域不了解的，那你就会上当受骗。那你如果你像张大夫这样就已经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你基本常识都有，又有独立思考能力，那其实来一个骗子就几句话就知道这是肯定是骗子嘛。那当时我们骗子不找我下手，没钱呐。哎呀，有时候不看有钱没钱，有的时候那骗子狠起来连自己都骗。我们当时医院旁边有一个平房，然后有一个人呢就租了一排平房，开了一个针灸减肥的门诊，生意特别火爆，就很多那种演艺圈的明星都过去针灸减肥，然后呢传的神乎其神的。后来我们科那个一个护士就是也是体型比较丰满，然后就去试了一下，因为他在医院，然后他针灸科的大夫他不找，就去这个地方旁边其实什么证没有嘛。然后去了以后呢，说哎呀这个太厉害了，这个针灸减肥真的是效果很好啊。我说效果怎么好？说我1个礼拜瘦了10多斤。然后我说不可能啊，怎么瘦这么多呢？怎么做到的？然后他说你看这个很负责，我们去那儿扎的就是肚子呀、胳膊腿全身都扎满了。我说那疼不疼？他说特别疼。然后那我说那也不应该能减得这么快吧？他说他们还有一个要求配合忌口的。那么懂了，讲到这儿我5张 A4 纸正反面全都打满了。然后我仔细看了一遍，真的是花了你起码10分钟才能看完。最后结论就是你真的严格执行的话，你除了黄瓜和西红柿什么都不能吃了。然后我想了想，我说照这个执行的话，不扎针灸也能瘦下。对呀，是呀。这就是说现在这个司美格鲁肽其实也是这样嘛。就是好多人就把这个当成什么减肥神药了，就它毕竟是处方药，它有很多的禁忌症，然后你如果控制不好，它的副作用还是很严重的。而且它最基本的原理其实就是抑制你的食欲。对。然后你打完针以后，你就感知不到你这个饥饿的，或者说就是对这个饥饿就不敏感了，稍微吃一点，然后你就吃不下去了嘛。那你这样的话，其实你如果严格执行你的一个健康的饮食计划的话，你不打这个针没什么区别。是的。然后你打了这个针呢，反而是有的人他会有这种逆反心理，他会去试，反而是会让脾胃出问题。或者说你不打针了之后出现这种复胖。再加上它还有很多的副作用啊，它还对这种神经的刺激。我记得我刚上大2大3的时候，我爸的一个同事，他就是特别想戒烟，然后说你这个网上好多都说这个，针灸可以戒烟，你给我扎一下试试呗。然后我当时也不懂嘛，然后我就学那个田美雪不是戒毒戒烟嘛，然后给他扎了一下，然后我自己都没期待说能有什么效果。然后他扎完以后，他也没说什么，就出去就走了。就过了半个小时又跑上来了，然后特别兴奋的跟我说：“我真的不想抽了。”不是，他说我抽到第2包烟的时候才能抽到这个烟味儿。他说我出去以后我就找了根烟，他说怎么跟这个假烟一样呢？然后我坚持把这根烟抽完了，太难抽了，一点都不想抽。然后我就得试一试抽多少根才能回来。他说平常就是正常就抽半包嘛一天，
啊，他说我专门去小卖部，我又买了3包烟，抽了2包半，哎，这烟味儿那个香味儿又回来了。你说碰到这种情况，你说跟他说这个忌口啊，说这个禁忌什么的，啊，其实就起反作用了。是的。哎呀，然后你刚才说那个看这个病人的情况，真的是要分人的。对，就是的。好多人那个依从性是特别差的。就是很多很乖的患者，基本上我就跟他们说，哎呀，该吃吃，该喝喝都不至于啊。那有一些就是问题其实没有那么大，但是非常不乖的患者，通常会把这个问题说得很严重。对。你碰到过有什么这种典型的案例吗？就我爸那个吗？算了，我爸什么情况？我爸是当年得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了。然后我大姑是一个内科的主任医师，然后当时吓我爸当时这个老烟枪，抽了多少年烟了也不是，每天晚上一包起，每天晚上一包起，早上那烟灰缸满满的。我们家那个就是大白墙熏的全是黄色的，就是您在屋里能这样，你知道吗？2手烟没少吸。然后我大姑就跟他说你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这是第一步，你要再这么抽烟，马上就是胃癌。哎，这没什么关系啊。但就是吓得我爸一夜之间把烟戒了。你说他是不是也蛮有毅力的？这个还是有一个动力。对，还是就是有一些。对，有一些为了他的健康，可能要下一下。这个医生可能就是说的这个话就是比较重啊，但是有一些就是特别谨小慎微的患者，就是特别惜命的、特别害怕的那种，我们反而会让他放轻松，这样没有太多的这种条条框框框出他。你一说这个，就想起我们原来一块出诊的一个同事张大夫，他是特别有意思。他那个出名的就是。病人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先要骂哭。就是先说，哎，你为什么这个病治这么多年不好？就是因为你抽烟。就是因为你天天喝大酒。就是因为你天天熬夜看手机。然后反正就是先骂哭，然后完了之后就下去给我这个买包烟去。然后病人就说：“大夫，你自己还抽啊？”他说：“我抽没关系啊，但是你不能抽。”然后呢，这就是他的治疗的一环节。就是也是一个筛选嘛，就是能听得进去的，他也确实是后来就愿意配合这个张大夫去治疗。你让吃药吃药，让扎针扎针，让改什么习惯他就改什么习惯。听不下去的就直接开始对骂了，我说你就不要治。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遵医嘱的这种，我觉得多多少少他的治疗效果的进程要比别人稍微快一些呢。对，是的。这个是差很多的。我前几天来了一个病人，他自己已经把自己吓得够呛了。应该是台湾来的朋友吧？他说我都准备买机票回台湾做核磁了。他是一开始就是腰疼腿疼，然后尤其是右腿，然后整个脚踝是发热的，高热。走路就已经是没法正常走路了。然后我说你这是怎么弄？他说我什么都没做呀，我就正常的这个工作生活，然后就突然这个腰就疼的受不了了。当然疼了也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我去各种治疗啊，物理治疗，去针灸啊，去按摩，去正骨，各种方式都试了，就没什么效果。然后我说那你这不太对呀。然后就整个两个腿就是活动很受限。髋关节也受限，然后脚踝也很受限，整个脚板就是硬的，就跟那个钢板一样，就完全没有活动度那种。然后我说那你这是怎么做的？你平常做运动吗？他说我平常不做运动，但是我每周周末呢都一定会骑自行车。我说骑自行车也不至于啊，挺好的呀。这个你怎么骑呢？他说我骑的不多啊，我就周末有时间才骑啊。我说那你怎么骑呢？他说我大概就是骑个90到150公里。我听错了，我说90到150。那我说那你要骑多长时间？他说我骑的不快了，大概4、5个小时就骑完了。我说中间休息吗？他说不休息啊，就是我们有车队的一起骑。就是说长时间这个同一个姿势嘛。然后他平时呢又是这个电脑工作者，久坐。对。我说那你能不能先停一停这个汽车？
然后我就给他分析，我说你看你在这个办公室对着电脑，你也是这个姿势，然后你的腿也不动，你的这个脊柱也不动，然后你骑在自行车上4、5个小时，骑这么长时间，你腿虽然在动，但是你这个躯干、你的脊柱还是没动啊。然后我说你先停一停，我们先治一治，然后你该查你去查，因为我也怕他是万一是什么强直性脊柱炎啊，或者关节坏死了，那发热发的很烫手的那种，就很不正常的。然后我说你去查一查，而且就是整个脚踝就有点淤血那种状态，别是什么血栓什么的。然后我说你该查还是查，我们就先简单治一治。然后结果他治完以后呢，那确实是一次一次见好。然后那其实就是他这个生活方式造成的。所以说我们说是忌口，但是其实有些生活方式啊，有些运动习惯，虽然可能这个习惯呢对很多人来说是健康的，是对身体有好处的，但如果它不适合你，对，反而是会让你的健康出问题。这就是说到忌口，说到这么多。其实忌口呢，我觉得从中医来讲，就是好多人会有一个叫什么发物的这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呢，就网上就好多人都说不清楚，因为它这个概念涵盖的特别广。但是从学术上说啊，我觉得发物的定义其实很明显，它呢就是说会引起你陈旧性疾病的，就你本来你病已经好的差不多了，然后你吃了这个东西以后，然后你的病又复发了。还有呢，它就是吃完以后它会上火呀，然后会发热呀。然后这个其实更多的像现在说的这个过敏的反应。所以我觉得就把这个发物这个概念当做一个过敏源的概念，可能更清晰一点。它就是会引起你的身体的免疫反应，导致你可能以前的症状啊再出来，或者说出现一些这种发热呀，然后这个嘴肿啊，这些症状，甚至有的会这种心跳加快啊，甚至休克呀。这个其实就是很典型的过敏的反应。所以大家看这个忌口啊，看这个发物，就是对你来说是发物，对我来说不一定是。那我们就当过敏看，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你对这个东西过敏，那你就会有过敏反应。然后还有就是看用量嘛。对，量这个东西很重要，我觉得。你吃小量的话，其实就没事。我第一次吃芒果，那个真的是嘴肿成那个香肠嘴唇了。然后当时这绝对不仅是咬一口，你连皮干了多少个芒果？我整个吃，我不知道它有核啊，我整个那个核我都快咬碎了。那我说这个太难吃了，怎么有人吃这种东西呢？然后后来我去请教那个小卖部，说你要削皮，然后那个拿着去退货去了是吧？对啊，我说你是不是卖错？然后他说这个核是不能吃的。然后它还是那种小的那种芒果，然后核特别大。我说怎么我也没吃2口肉啊？然后后来就是过了1礼拜之后，我就不信邪，我说你再买一个，然后我照他吃。后来再吃就没有再肿了。那到底是不是过敏呢？肯定是过敏，但只对皮过敏。但是不是这个果肉过敏，我就怀疑，我就可以吃那个果皮，它可能涂的什么药啊，保鲜啊，它运输要打的一些药造成的。就跟那个菠萝一样嘛，就是好多人觉得那个口感不对，但其实是一种过敏反应了。那就是从这个忌口，我们就要说到一个网络上说的很神奇的一个概念，就是辟谷。辟谷啊，你辟过？我辟过，我也学过。这个辟谷其实你看来看去，其实它也是一种忌口嘛。然后我去学的时候，就老师就说这个辟谷呢，其实就是有选择的吃和有选择的不吃，并不是一口不吃。一口不吃，它是比较等级比较高的这种，对，等级比较高的，就新手不建议尝试的这个。也不是说新手，就是你体质啊，你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心理状况不适合，不要轻易尝试。但这种东西不应该有一个循序渐进吗？就是我先是几天的，然后或者是吃一点，就是那种液态的这种流食的这种，然后慢慢到过渡到一口不吃的这种，它不要几个循环做。这个就是和你现在这种轻断食啊，还有一些这种断食疗法，它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你说那种呢，它可能是轻断食啊，它可能
16:8呀这种，它可能是这样的话是更容易接受一些。但是辟谷呢，它本身其实是一种修炼的状态。它是通过一些特定的方法，然后特定的这种仪轨，其实是让你的身体和心理接受这种状态，它改变身体的这个功能通道。简单说呢，就是，从道教啊，辟谷呢其实是一个道教的概念啊，就是佛教它不叫辟谷，佛教叫断食。然后道教这个辟谷呢，它是从它的修行上来说，就是斩三尸，就是他认为这个五谷里面这种营养物质呢是会供给这个三尸，所以你修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需要斩三尸。它就是需要不能吃这个五谷类的食物。然后方便你斩三尸用。但是后来呢，很多时候呢变成一个度过这个闭关的时候的一个方法，就是方便法。因为你有的时候它需要打坐的时间比较长，有些功法，可能是需要4个小时啊，甚至更长的时间。或者是你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方法，比如这种阴神出窍啊，它是有时候你时间不太好控制。那你身体不能就是因为说出现这个饥饿，然后造成这个生理机能的一些问题嘛，要不然就成铁拐李这种，你回头这个阴神或者阳神回来的时候，这个肉身不行了。出现一些问题。它其实是，如果你方法对呢，它进入到那种辟谷的状态，它感觉是不一样的。感受不到饥饿是吗？有饥饿感就肯定是没进入到那种状态。就是进入到那种状态就不会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就是很像是你打了这个司美格鲁肽或者现在这个替尔博肽。就是你的这个相应的神经的功能已经关闭了。然后它相应的这个胃和肠道的这个蠕动，它的这个功能自身也是会减弱，甚至就完全停下来。反正我辟谷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不想吃这个东西，或者你看着食物就跟你看着这一块石头，看着这个手机一样，就是你不会想把它吃进去。其实你的感觉，你的认知会发生变化。明白。但是现在好多就把这个辟谷这个东西呢，就传得神乎其神，他就把它当成这个修炼的全部了，或者就是说你一定要辟谷啊才能达到什么境界，这个是不对的。它其实就是一个小数。这个从葛洪开始，葛洪在他著作里面就说，就辟谷就是小数，就是你只通过辟谷的话是不可能提升修行的境界的。它只是让你的身体进入到一种状态，然后这种状态呢，对有些功法修炼是有好处，但也不是绝对的，只能是辅助的。然后至于说有的人他参加这种所谓的辟谷班啊，或者这种辟谷营，他弄了以后呢，他觉得身体状态变好啊，精神状态变好，甚至觉得自己这个灵性提高。其实他更多的是以这个辟谷名义之外，他还会给你讲课，还会带着你练功，还会给你这个改变日常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他跟你日常区分开了嘛。这个你本身就会产生一定的变化，并不是单纯是这个辟谷造成的。辟谷呢，它也是要分情况的，不是说什么都不吃，什么都不吃那种的话，真的是得到一定的境界才可以。初级的辟谷就是不吃五谷。不吃五谷就可以。对，不吃主食嘛，就很多人其实已经是这种状态了。只不过它是分，你如果不吃五谷之后，有的人不吃主食，他还会有饥饿感，但是他其实不是进入到那种所谓的辟谷状态，它只是一个食物选择的一个。这样呢不是太主张，因为你现在的这种真正的这种断食疗法，它是从这种现代医学的角度考虑，它会给你基础的这个营养，它通过输液呀，通过这种膳食补充剂，它让你的营养均衡不会有问题，只是说减少这个消化道的能量供给和运转。这个最开始是对一些当时不太好处理的疾病，比如说癌症的晚期，还有一些特殊的疾病、代谢性的疾病，他们会就是通过这种输液保证基本的营养，然后基本上就是你什么都不吃，或者就只吃一些
沙拉呀，然后吃一些这种果汁啊，就这样。这个大概是1个月左右一个疗程，有效果，但不是对所有人。所以后来他们这种疗法就萎缩的比较多，然后包括出现不断的变种啊，就是你刚才说这个16-8啊，它其实就是这个变种。就是第一个你更好在家里实行，但是差别就是你的实行的方式啊，适合不适合你的生活方式就不好控制了。它其实更多的是你除了饮食，饮食只是说你选择吃什么，选择不吃什么，然后选择怎么吃，选择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不吃，它是要根据你的生活方式定的。你比如像佛教，它很多断食是这叫过午不食嘛。它是因为是符合这种寺庙这种僧侣的生活习惯。僧侣他就是很早，就是天不亮，可能2-3点他就要起来做功课。然后白天呢也要劳动，然后他过完中午以后，他就不太做这种体力的活动，然后很早就入睡的。所以这种他就是可以过午不食。但是你如果是很多现代人他10点才上班，9点半才起，然后到晚上11点、12点他都不睡，那你可能你不吃夜宵，你都饿的都受不了。那就不适合这种过午不食。是的。但是就是现在那个16+8，大家也可以结合自己的这个作息去设定。你有什么经验吗？但是这种东西，我觉得也是需要去分人群的。就是比如说你觉得它适合，比如说老年人啊、儿童啊，就是比较这种阳虚血虚这种偏虚的人，他可能不太适合这种长时间的去这种断食。对。其实本身最早的忌骨，最早的忌口，最早的这个辟谷呢，其实它的基本的原理就是说，你这个肠胃道天天都要工作，然后你给它减轻点负担，让它少工作，然后它会有更多的能量来到身体的其他的脏器啊，来到其他的位置，让这个身体的修复，让你的自愈力充分发挥，然后这样让你的身体状态改变嘛。那这个东西呢，就是一定是看个人反应。对，我也觉得这个是这样。因为怎么讲？因为之前有人问过我说，你们中医是建议这个1日3餐规律吃饭，还是说就是饿了才吃，不饿不吃？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我就是看他生活方式吧。我自己基本上是就是有饥饿感才会吃，然后不饿的话就不吃，大概是这样。然后或者有的时候就是跟着家里，因为1日3餐这么做着嘛，你可能那个时候不吃，你上个桌少吃2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自己有什么建议吗？我觉得，反正对我来讲，我觉得16+8或者说这种轻断食，我觉得分2种人吧。第一种就是你对你自己的身材管理有要求的人，这个时候就是你的这个的执念更大，可能对于身体的。就是有利还是负面的，这个会弱化这个选项，所以他会考虑做这个。然后另外一种，要考虑自己身体的话，我觉得就是分实症和虚症吧。我觉得可能偏实症的人，就比如说你，有这种食积啊，脾胃功能不太好呀，就是有这种积食、痰湿这种偏实症的人，他可能去适合这种辟谷啊。或者是这种16+8这种饮食方式，然后就是偏虚症的，或者是需要很强的这种营养供给的这种，可能我会觉得他就是1日3餐这样，或者少食多餐的这种。我就说一些极端的例子啊，就是当时我们去跟一个国内他是马拉松运动的一个。算是什么呢？就是促进者吧，就是国内好多一开始的马拉松赛事就是他组织筹办的，然后他身边就是有很多这种，我觉得这已经出现这种病态的马拉松爱好者了，就是不跑就不舒服，然后呢跑了呢更不舒服，过来就找我看，他那个看的就是你明显觉得他这个身体已经透支的很厉害了，那你按中医来说，他就应该是。非常虚的状态，然后呢，但是他的精神呢又特别亢奋，
就是睡不着觉，整天人觉得自己精力充沛啊，他说我这都是跑马拉松带来的，但是整个人这个肌肉状态就很差，整个身体肌肉很僵，但是肌肉萎缩的很厉害，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这个跑马拉松的经历，然后他就说，哎，我这个饮食很健康的，然后我说你这样不行啊，我说你这个，他的饮食是吃不到他的消耗是吗？所以才会出现这个，对，就是明显是透支的状态，然后呢，他治了几次之后呢，还是不满意，就说哎，治完以后就是好个半天，然后睡一觉之后又回来原来那样，然后我就给他讲了一下，我说你跑马拉松是什么状况，它会消耗多少能量，你可以算得出来嘛，然后你饮食，你如果正常的一日三餐应该是多少，然后我说，他说那怎么办呢？我说你得吃一些高热量的垃圾食品，然后他就说我接受不了，他说我不行，我这个跑步为了我这个身材管理啊，为了我这个我这么多年跑步坚持下来健康饮食，然后你让我吃垃圾食品，我接受不了的。我说那你能接受什么啊？然后后来呢，他说那我要不然我就一个礼拜我试一次吃这个肯德基，然后他就一开始呢，他说第一次的时候，他就点了一杯可乐，然后点了一个那个炸鸡翅的那个套餐，然后就他说吃完以后呢，他就停不下来了，他说觉得整个身体那个状态就不一样了，然后他就马上又买了一个全家桶，整个全家桶都吃完了，然后他就觉得就是那么多年坚持这个饮食控制啊，坚持这个跑马拉松，他说带来那个状态的改变和他这个吃一顿这个全家桶的这个改变都不如这个。这就跟之前碰见很多这种健身爱好者，他可能健康饮食，他一段时间是需要吃一顿7天餐的，对，然后吃完之后，这个肌肉这个充血状态一下就起来了，对，他其实还是身体当中有些需要的东西，它燃料加一把不够的，对。这个就是好多极端的案例啊，不是，然后你要说反面的案例呢，就是我这真的是碰到过，这个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像这样，就是我们当时刚移民过来嘛，然后就是几个认识的新移民的家庭就一块聚餐，聚餐呢就做了一些这个什么烤肠啊、烤串啊、鸡腿啊什么的。啊，当时就有一个小男孩跟我儿子差不多大，他就在这桌子边上，这个就直勾勾地盯着这个鸡腿，啊，就看那样子就特别想吃，但是又不敢吃那个样子。哎，我说你怎么想吃鸡腿就吃呗，然后他说我妈妈不让我吃，为啥？啊，对，然后我就问他妈呀，我就说，哎，为什么他不吃鸡腿？还是过敏还是怎么？啊，他说没有，我们从小就不让他吃这个鸡腿，然后我说为什么呀？啊，他说我们为了他的健康啊，然后我说那还什么不让吃？他说只要肉都不让他吃，啊，然后这还没完，因为我说那你这样不对，他正生长发育呢，你该吃还是要让他吃的。他说不行，我们替他吃了，然后就把这个鸡腿连着吃了好几个，然后我觉得那小男孩看着都要哭了。然后我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呢？他说我们出于这个宗教信仰，出于这个健康角度，就不让小孩吃。那我说这个不对啊，宗教信仰，对，我觉得这应该算虐待儿童了。你比如说你像那个咱们看新闻，你像方大同他们家，他是几代人都是那个宗教信仰，那这全家都不吃，我觉得这个能理解，人家自己选择，对吧？说你这个你选择以后，信仰加给孩子，对呀，家长你这随便乱吃，然后这小孩不让吃，这太过分了，我觉得这个说不过去的。这个，我觉得现在我也不理解不了这种行为。哎，你会建议这种，比如说真的这种素食主义者，或者是这种他去喝一些就是植物蛋白的蛋白粉吗？或者这些？我觉得你还是宗教信仰，你要结合你的身体状况吧，要不然就是你也可能出现方大同的那种情况，对吧？就是该补充的营养你要补充均衡，然后你像尤其是对小孩，我觉得这真的是慎重考虑。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过一个事儿，他说他本来是很虔诚的这个某个教派的这个信徒，然后也捐了很多钱，然后从小带着孩子去这个宗教团体，结果有一次呢，之后呢，他就坚决就不让孩子去了，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就是
大概是过某一个节日的时候，然后他就说这个宗教团体里面的人啊，就说哎，这个今天是什么什么日子，然后这个小朋友呢，就今天都不要吃肉了，然后我们今天就这个吃素，然后呢又说了很多这个吃素的好处，然后这还没完，然后之后呢又加了很多各样的限制。那你小孩子其实他不懂嘛，他觉得他是不是应该真的要这一天吃素呢？我觉得这个对小孩来说，尤其在生长发育阶段，就千万不要强求吧。我也见过那种就是体质，你像我原来有个同学，他是真的是这种体质，他一吃肉他就不舒服的。他吃了肉，他腹泻啊、恶心、吐啊，就反应很大。后来就吃素了，吃素之后，他身体健康反而变好的。那你有的他这不适合的话，该吃还是要吃嘛。那个我们去学峨眉的时候，那个老师就说，这个人毕竟还是杂食动物。但是确实是每个人他的消化道的菌群啊，他的这个生理结构啊，他适合的种类不一样。当时我们就问说，那你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怎么分辨自己适合还是不适合呢？它其实有几个标准啊，我就说几个简单的，大家容易自己把握的。第一个就是可以看你的脉搏，有力还是无力？就是你晨起还没睁眼的时候，你就去摸一下脉。如果你1分钟的话是大概就5、60次啊，或者更低的，那你可能就是比较需要吃这种肉了，就是比较偏弱一点的。那你如果是晨起醒的时候就是100多甚至更高的这个心率的话，那可能你吃偏素一点的就更合适一些。还有就是看你的牙齿，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犬齿和槽牙嘛，有的人那个槽牙就特别巨大，有的那个犬齿就特别巨大。一般来说，犬齿这个比例比较大的，它可能就适合吃这种肉食。然后槽牙比较大的，犬齿比较小的，它可能就需要吃这种素食吧。就是它可能更适合不同的食物种类。然后如果不适合的话，就当时我们正好那个一起学的同学里面，他有这个，他因为他生活的地区呢，就是西北地区啊，可能就是牛羊肉吃的比较多素食呢相对第一个比较贵，第二个呢就是饮食习惯也不太吃。然后他那个其实是反而是没有犬齿的那种人。然后他又从小就吃牛羊肉吃的比较多之后，他那个牙就磨损的特别厉害。然后我们当时看，就是也有这个认识的这个牙科的朋友嘛，他那个牙就磨损的就每个牙都磨损的特别厉害，就牙缝就很大。然后我就说你这个肯定不对啊，你调整饮食结构，你这个牙可能需要全都植牙了。这个我是见过这种的。你说怎么那么像老刘？我觉得他有点。老刘就是属于他是不知道是先天的还是跟他小的时候他不是踢球的嘛，就是他现在就是心率过缓，差不多就是50下，大概是这样。然后他也很爱吃肉，很能吃肉。但是呢，我会控他。就是他就属于那种痰湿体质，你舌头一伸出来都这么老大那种。我说的是那个原来去的那个西北那边，比那老刘那个牙磨得更厉害。反正我觉得这种很多东西还是因人而异吧，看他脾胃的承受能力嘛。我儿子我也是限他肉的。他就是脾胃不太好，他是属于胃强脾弱那一挂的，就巨能吃。但是你看他精瘦，他是运动量大是一方面，但他就是不太吸收，消耗吸收不一样。对，然后就是排便也都是那种就是比较散的那种，就是比较稀的，不太成型的这种，就是稍微他肥肉一吃多了就不太行。所以就是瘦肉，然后少吃点肉，这样可能给他用别的蛋白质去补吧，鸡蛋啊这种你给他吃点那个纤维素吧，我觉得应该是管用的。比较适合纤维素。那个就纤维素，它其实就是那个肠内形成吸水之后形成一层这个没有热量，不会消化的这个东西嘛。然后它等于就是增加这个食物
在这个肠胃的储留时间。相当于我觉得从中医的角度，我觉得是有一定健脾的作用。它和这个司美格鲁肽正好反过来。司美格鲁肽它是让这个胃蠕动变慢，等于你这个食物是存在胃这儿，然后它肠道那儿下去的反而慢了。那现在就是手术里面就是新增了一条，我看加拿大的这个外科专业委员会他们专门讨论新通过一条嘛，就是如果看这个病人他要打司美格鲁肽的话，他是必须要做一个这个标记的，就是因为好多急诊的病人他应该是这种空腹的状态去麻醉，和这个你吃了东西之后麻醉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司美格鲁肽现在如果你一直打的话，它就默认你不是空腹的状态。就是认为你胃里面是有内容物的，就等于那个食物它一直存在胃里面下不去。这个就是真的是有一定生命危险的。如果它胃里面有东西，然后你当做空腹打了麻醉之后，它这个反流了，有可能会卡住嘛，就有生命危险的。这个大家如果是要打司美格鲁肽，一定要注意自己身上带卡。现在开处方有什么先决条件吗？他会看你什么一些东西超标，血脂啊，或者什么体重啊、BMI 啊一些，他会开给你吗？还是什么人提出这个需求都能开？他其实很细的，他要排除很多禁忌症。一个是主要是肝的问题，然后它对肝会有影响，还有就是有些心脏的问题它要排除。还有一个是就是你的视神经，就是它的副作用之一，就是现在最严重也是正在打官司的几个不良反应，就是说会引起一只眼睛的视神经出现不可逆的损伤，就是直接一只眼睛失明了。没有这些禁忌症可能还好，但是毕竟我觉得这个用的时间还是太短。你好多说不清楚，因为你说它这个只是影响胃的话，为什么会引起这个视神经出问题？然后为什么是一侧的视神经出问题？这个现在从药理上解释不出来。就是你说为什么会这样，不知道是这个人的问题，还是说这个药有什么东西没研究清楚，弄不清楚，这个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数据吧。所以我觉得不是说那种特别超重啊，特别是健康的问题不得不打这个针的话，我觉得大家只是为了减肥，完全不要考虑这个东西。是的，这个真的是得不偿失的。然后我们今天就是讲这个忌口，你还有什么想聊的吗？我这边没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有，能看到在线人数吗？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去看一个中医也好看一个西医，上来就跟你讲很多这个忌口的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就慎重考虑吧。就是每个人的治疗思路确实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治疗的主要部分。是的，反正在我这儿一般就因为我现在可能看脾胃病的患者比较多，然后我会告诉他们，比如说什么生痰，什么生湿，那肥甘厚味，生冷黏腻，我把这个选择权交给他，我会告诉他这些东西肥是什么，甘啊厚味这些东西啊，生冷黏腻这些东西都是什么，然后最后其实你是根据自己的体感，根据自己的需求。那你这个就碰到有些这种认知不清的病人就非常麻烦。我原来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个病人，然后呢，他呢是很严重的糖尿病，然后我说，那你这个就治呗，就咱们就正常病人治，治完了以后呢，他说有什么要忌口的吗？我说你就正常的控制饮食就可以了。他说那我能吃这个，当时他想吃什么呢？他想吃这个西瓜。我说西瓜其实是可以吃的。就好多人觉得西瓜甜嘛，但含水量大。其实它的含糖量单位的这个没有那么高，对，不高。所以就是有一种这种江湖骗术啊，就是说，哎，我这个给你治完糖尿病以后，让你吃一块西瓜，吃完以后你看你血糖没上来，这就是我疗效。那其实就真的就是你用你拿我知道的知识骗你不知道的知识嘛。我觉得这种就是真的是不太好的。然后他的意思，他说，那我知道这个我糖尿病我得限制不能吃这个东西。我说你注意啊，不是不能吃，
你都可以吃，你控制好量就行了。是的。啊，你说这个樱桃想吃了，吃个几颗没事儿的。然后但是不要空腹吃。啊，你先垫点东西。然后再吃，然后不要榨成汁儿吃。啊，你这个吃的这个剂型，吃的这个量，都是作用。然后你可以做一个算术题。比如我今天我吃了一块蛋糕，那你晚饭你是不是就减点啊？是。你这样你就控制好，就没问题了。所以治疗是一块的，但是从这个忌口或者说我们叫做饮食啊生活方式的调整是另一块。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并不是说要特别强调某一块。你说好多人说这个牛奶不能喝呀，或者说什么有毒啊，什么什么寒凉啊，那其实好多和这个文献上的记载和我们实际这个观察到的现象都不一样嘛。那你要说这个牛奶那么大害处，那你西方国家这个牛奶的饮用量，日常饮用量这么高，那他们不是健康全都出问题了吗？那我们实际看到并不是这样啊。对吧？古代的文献反而把这个牛奶当做一个温补，当做一个久病的病人的一个补品。那其实要看具体情况。那可能对有些这种他平时肥甘厚腻比较多呀，他三高了已经，然后他脾胃又消化能力又差，那他吃了牛奶可能确实是有问题。对，就是什么东西不能一竿子打死嘛。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这么多吧。大家还有什么想聊的话题，欢迎随时留言。好的。好，今天就先到这里。好，拜拜。拜拜。